楚风小友，你这是什么话啊？难道你觉得我们是贪生怕死之人吗？再者说了，这里已经提示了我们，所有人都要参与其中，你一个人怎么破呀？楚风小友，别闹了，我们知道你很勇敢，可若没有搞清楚破阵的方法，便贸然进入其中，只会是白白送死啊！此一时，人们众人开始疯狂地劝阻楚风，然而对于大家的劝阻，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反而还有些讥讽地问道：“你们是怕我浪费你们的时间，害得你们全都死在这里吧？”楚风小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们明明是为你好，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嘛。对于楚风所说的话，人们自然不会承认，可是有些人脸上那心虚的神情，却是出卖了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害怕楚风浪费破阵的时间。族长大人，但台长老是血族长，有破阵之法吗？楚风问道。此阵太过复杂，还真是看不出端倪。三人皆是摇了摇头，晚辈不才，可以凭借观察界灵师的手段看出一些端倪。此阵极其复杂，若号令大家破阵也是不可，但耗费时间太多，1个时辰远远不够，所以晚辈只能独自破阵。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毕竟是圣袍界灵师，对于你老夫是信任的，只是那提示也确实说了，在场之人都要参与其中啊。淡台引剑问道。众人怕死，其实他也一样，也怕死，最重要的是不想白白的死。提示不假，但以晚辈来看，大家进入这里，生死都置于此处，难道还不算参与其中？楚风反问道。这样来说，倒也不是不无道理。淡台引剑抚摸着自己的胡须，点了点头。楚风，去做吧，我相信你。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夏雨儿。楚风少爷，我也相信你。紧随其后，星陨八仙、星陨圣地圣主以及鬼宗殿殿主等高手都是纷纷开口。他们之前听从楚风要求，进入了星陨圣石避难，但楚风使用力量通知之后，他们也是收到消息，所以便立刻赶往空地。得知原委后，更是毅然而然的选择跟随楚风进入此处。他们其实不是不怕死，只是相比于其他人，他们却更加明白，能够活到现在，全都是靠楚风相救，所以他们是相信楚风，才选择进入此处。在这些外族族人都表态之后，其他人也是纷纷表态。楚氏天族的族人不用说了，全部支持楚风尝试一下，甚至就连是血魔族都开始表态，同意楚风一个人去试试。这种情况下，其余人不管是真的相信楚风，还是没有选择，但也都只能支持楚风。至此，所有人都同意楚风一个人去破解此阵。我入此阵后可能会失去联络，莫要去寻我，莫要轻举妄动，否则入阵容易，活着难。所以大家待在此处便可。楚风提醒道。楚风小友，那就有劳了。淡台引剑说道。楚风，务必小心。楚氏天族族长更是满眼的关心。我楚风定不负诸位所托。楚风说完此话，便拔下那杆破阵旗，只见其将破阵旗绑于身后，身形一跃，直接掠入了那大阵之中。当楚风掠入大阵，大阵宛如被唤醒了一般，光芒璀璨，连天空都被照亮。这种情况下，人们什么都看不到了。恍然间，他们似乎觉得楚风说的很有道理，这阵法似乎就应该由一个人来破，否则若是一人坐镇，指挥众人破阵的话，眼下的情况又当如何指挥？至于楚风，他有如此底气，那也绝对不是胡乱猜测，的确是天眼立了功。在没有进入此处之前，对于神术的力量，天眼的确是什么都看不到，就算能够洞察，也是微乎其微。可是到了这里之后，当楚风与是血魔族族长都失去了对神术力量的掌控后，楚风的天眼却是发挥了奇效。凭借天眼，楚风已经知道该走出这迷宫，只是这迷宫太大了，大到超乎想象。哪怕楚风路线明确，速度极快，一步未曾走错，但想要走出这迷宫，却也是非常的难。这种情况下，楚风只觉得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可以说是真正的以生命为代价来与时间赛跑。至于其他人，他们的心始终悬着，他们看不到楚风，也听不到楚风的回应，他们对楚风的呼唤就像石沉大海一般。人们不得不去思考，楚风是真的听不到他们的话，还是楚风已经死了？尽管楚风已经提醒过他进入其中后可能会失去消息，并且不让大家进入大阵，但随着时间不短流逝，依旧有人坐不住了，有人不顾劝阻，跳入阵法之中。救我！呀！然而那人刚刚落入阵法之中，便开始发出求救的声音，不仅在求救，他还在惨叫，那叫声非常的惨烈，听得人们毛骨悚然。尽管这声音响彻没多久便消散了，但人们反而更加不安了，这多半说明那个人已经死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早知此处如此凶险，我便不进来了。那张世瑞一脸的后悔，其实不只是他，此时在场的大多数人也都后悔进入此处了。但台大人，我们该怎么办？您想个办法吧，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啊！慌乱之下，人们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淡台引剑。这位主心骨，莫慌，我们要相信楚风小友。淡台引剑说道。淡台大人，事关生死啊，难道我们真的将我们的生死寄托在一个小辈身上？然而此时淡台引剑的话已经无法安抚众人，许多人焦躁不安的情绪都表现了出来，甚至许多人都开始质疑楚风不想等死是吧？自己想办法破阵啊，在这里说废话有意义，要进来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可没有任何人逼你们。一道讽刺的声音响起，竟是张岩峰，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然而张岩峰这一开口，却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反驳，并且态度极为恶劣。这也难怪，毕竟人们本就对是血魔族非常的憎恶，更何况此时性命攸关，心情烦躁之时。然而他们此话刚刚说完，便全部趴在了地上，不仅满面痛苦，更是七孔流血，大有爆体而亡之势。是血魔族族长，不过是血魔族族长的威压刚刚释放而出，淡台引剑与楚氏天族族长的威压也是同时释放而出。那些被威压所压制的人
也是得以缓解。日后的事情，日后说，至少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个时候内讧，怕是不妥吧？弹台引舰队是血魔族族长说道：“告诉你的人，注意他们的言行，再敢对我族人出言不逊，你们谁都保不住他。”是血魔族族长一脸冷漠，他的样子可不像是开玩笑。看到这样的是血魔族族长，那些先前顶撞张岩峰的人也是一脸后怕，纷纷向弹台引荐以及处世天族族长道谢，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这位小友先前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进入此处既然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就该为自己负责，一味的要求别人可是不对。毕竟若是在这里得到收获，那么那收获是属于你们的，可不是属于其他人。可谁曾想，弹台引荐看了一眼张岩峰后，也是一脸严肃的看向了那些人。此一时，那些人目光闪烁，而在其脸上也都是涌现出惭愧之色。可忽然间，那耀眼的光芒忽然消散，周围的一切再度变得明朗。崩塌的声音不断传来，竟是那浩瀚无边的大阵。只是那大阵此时竟在崩塌，并且崩塌的速度极快。只是顷刻之间，浩瀚无边的阵法竟灰飞烟灭。当大阵崩塌之后，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黑暗，人们就好像置身于浩瀚的星空之中，但却没有星光点点，只有漆黑一片。这让人们非常的恐慌与不安，还都以为是他们的死期已经到了。不对啊，一个时辰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但很快便有人意识到，其实一个时辰的时间还没有到。这让人们恐慌不安的同时，却也更加的不解。就在人们不解之时，遥远的方向出现了一道光亮，那竟是一座之地，在那上面有着一座巨大的门，此门似是金子打造而成，金碧辉煌，非常的雄伟。再加上它高大万米，一眼望去便让人觉得极为的壮观。而在大门之前还有着一道身影，与大门相比，这道身影非常的渺小，但那身后所背着的旗帜却让人们一眼就认出，这个人乃是楚风。快看，楚风，那是楚风，楚风小友成功了，莫非是楚风小友成功了？尽管还不确定，但许多人却都开始欣喜若狂，毕竟他们都没有死，而楚风也没有死，更何况在远方，在楚风的面前还出现了一道大门。人们实在是不得不去想，这道门是不是就是进入神之大殿的大门？在众人欢呼雀跃的声音中，在众人满是期望的凝视下，那座大门开始缓缓打开，但从那大门内浮现出的却并非一个新的世界，而是涌动的黑暗气焰，看上去非常的诡异且恐怖，这与人们想的完全不一样。那门内到底是什么？先前还弥漫着喜悦气氛的人群顿时再度被不安所笼罩。可就在此时，一道沧桑有力的声音却是忽然自虚空炸响：年轻人，恭喜你走到了这一步，但接下来你将面临两个选择，关闭这道黑暗之门，你将进入神之大殿，但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进入，其他人都将死去。选择进入这道暗黑之门，你将经受磨难而死，但除你之外的其他人不仅可以全部活下去，还可以进入神之大殿。那声音不属于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并且话语到达此处，那声音便沉寂了下去。可是听完这番话后，人们却是不淡定了，他们绝望至极，毕竟这样的选择简直不用考虑，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肯定会选择自己进入神之大殿，没有人会愿意白白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就在此时，楚风转过身来望向了众人：诸位前辈，倘若我楚风辞去当真不能回来，希望诸位前辈能善待我楚世天族。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大惊，那目瞪口呆的神情，人们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难道说楚风他是要牺牲自我来成全他们？楚风不可，万万不可！眼见不妙，楚世天族族长则是赶忙开口，生怕楚风真的选择进入那暗黑之门，真的选择牺牲自己。诸位拜托了。然而楚风在说完此话之后，便身形一转，毅然而然的跃入了那暗黑大门之中。不，这一刻歇斯底里的声音响彻开来，楚世天族的许多族人都发出了痛心的怒吼。楚世天族族长以及楚宣正法等人更是干脆纵身而起，跳入了那黑暗之中，想要去将楚风给抓回来。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楚风已经掠入暗黑之门，那巨大的暗黑之门不仅随着楚风的掠入而瞬息消失，就连周围的一切也是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楚风进入暗黑之门后，便被卷入了一个黑色的漩涡，漩涡之大，贯彻天地，楚风落入其中，就似蚂蚁落入大海，任其本领再强，却也只能随波逐流。尤其这漩涡之内，不仅飓风滚滚，更是雷霆阵阵。那雷蛇粗达千米，长达数万米，如巨龙呼啸，欲要开天辟地，而如此雷蛇却是成千上万，奔腾之际，嘶吼阵阵。身处此处，就连楚风也是心生惧意，感到不安。但楚风既然敢进入此处，他便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不仅面临危险，更是可能面对死亡。不过其实楚风并没有做好赴死的决心。楚风之所以毫不犹豫的便选择进入此处，并不只是因为他想救楚世天族的族人以及他的友人。楚风站在暗黑之门前，他有一种感觉，那是一种召唤，就好像某种力量在召唤楚风一般。楚风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但却能够感觉到对方似乎并无恶意。所以那个时候楚风便觉得，那个楚风与众人只能活一方的选择，很可能也是考验之一。所以楚风便选择进入此处。眼下虽然危机四伏，但楚风至少还活着。眼前的飓风虽恐怖，但却也像是通往某处的通道，这更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因此楚风原本慌乱的心反而渐渐安稳。可忽然间，一道炙热的白芒靠近，那竟是雷霆。这道雷霆直接劈在了楚风的身上，一切发生的太快，楚风还来不及感受身体的疼痛，便失去了意识。当楚风醒来的时候，本以为自己再睁开眼就是地狱了。这也不能怪楚风，毕竟那雷霆太强，在被击中的一刹那，楚风真的觉得自己死定了。只是当楚风醒来之后，却发现自己应该没有死，
因为眼前的景象怎么看都不像是地狱。若非要说的话，这里似乎与仙境更加接近。楚风躺在翠绿草坪上，周围是浮空的山峰、飞落的瀑布，就连这里的天空都是格外的蓝。你醒了。忽然，一个手指戳中了楚风的脸，这吓了楚风一跳。原本躺在地上的他猛然坐了起来，但仔细一看，那戳中自己脸的竟然是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也就6岁的样子，小脸肉嘟嘟的，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却非常可爱，尤其是那一双大眼睛，就仿佛蕴藏了2片星空，纯真的迷人。但楚风却不敢大意，他能感受到周围的所有生灵，飞天的仙鹤，奔跑的野鹿，以及潜藏在暗处的凶兽，甚至是闭关修炼的妖兽。可唯独这个小女孩，她就站在楚风的身前，楚风却感受不到的气息，就好像这个小女孩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一样。而她额头上的印记，更是让楚风觉得她很不简单。那个印记是一棵树，尽管这个印记很简单，但楚风却觉得这个印记与虚空神树极像。小妹妹，你叫什么？楚风问道。小妹妹。小女孩冲楚风翻了一个白眼，用那稚嫩的声音道：我都活了100多万年了，你才几岁？叫我妹妹。这小女孩不仅长相很小，声音也很嫩。她说出这样的话，换作是其他人，多半以为这小女孩是在吹牛皮，但楚风却不这样认为。不过她到底是一个孩子，看着这样的她，哪怕楚风知道她很不简单，却也想逗一逗她。厉害了，居然活了100万年啊！那岂不是远古时期你就存在了？楚风问道。这还用说？小女孩说道。那你倒是与我讲讲远古时期的事情啊。为何远古时期的凶兽和妖物还在，但修武者却没了踪迹？按理来说，他们就算自己的寿限到了，可也该有传人活下来，但为何就全都消失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楚风对于远古之事当真是好奇得很，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小女孩一脸认真的说道。那个小模样就宛如她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神仙一般，不过她明明是一个孩子，她做出这个样子就像是个小大人一样，当真是可爱极了。这算什么天机？透露透露吧。楚风追问道。我跟你说，你现在根本算不上活着，你是半死状态，而你在这里只有1年的时间，1年之后你若还无法离开这里，那你就会彻底死去。所以你有时间问这些废话，还不如抓紧时间问问我，你要怎么做才能尽快离开这里？小女孩说道。那我该如何才能出去？此时楚风的神色也是变得认真。先不说能不能活着出去，这1年的时间也实在太久了，废话就莫要多问了，按我说的做便是。小女孩说完此话，便一跃而起，她竟可御空而行。见状，楚风也不敢犹豫，而是纵身而起，将小女孩追了过去。时间飞逝，转眼间距离楚风进入此处已是过了多日。过了今晚刚好1年。虚空之上，漫天星辰；虚空之下，萤火成群。近处虫儿鸣叫，远处仙鹤齐行。此处当真仙境，夜晚更是极美。此时楚风身处一座浮山峰之上，而在周围也皆是浮空山峰。那些浮空岛屿上面的建筑不仅奇特，且皆是散发着光芒，那乃是阵法。这1年的时间，楚风几乎没有1日是闲着的，甚至连眼睛都没有闭上过。他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布置防御阵法。这周围的所有阵法都是那个小女孩叫楚风来布置的，并且不仅仅运用了结界之术，其实这阵法更强的力量乃是神术的力量，所以这些阵法很强。眼下楚风站在这座岛的顶端，望着远方，看着那星光璀璨，一片祥和的夜空，却不由眉头皱起。若是今晚他还无法离开此处，那就如那小女孩所说，他将死在这里。小孩，今晚他们一定会来吗？楚风低头望向宫殿下方，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便自下方的宫殿飞掠而出，如蝴蝶一般翩翩起舞，环绕宫殿上，最终落在了楚风的身旁。这道身影正是将近1年前楚风遇到的那个小女孩。这1年时间来，楚风与小女孩朝夕相处，感情倒也算是不错。但这小女孩一直不告诉楚风她叫什么，她自己希望楚风叫她前辈，但楚风更喜欢叫她小孩。起初这小女孩很反感，但久而久之，可能是听习惯了，倒也就默许了这个称呼。放心吧，一定会来。小女孩说道。我说小孩，是不是挡住了那些要来这里抓你的东西，我就可以离开了？楚风问道。这1年的时间，楚风都在布阵，为的就是这一日。据小女孩所说，到了这个日子，会有妖物来抓她，妖物非同小可，唯有利用这些阵法才能保护她。而只要能保护住小女孩，楚风就可以离开，把心放在肚子里，只要能够挡住那些妖物，我就放你走。若是挡不住，你就陪我一起死吧。小女孩说道。搞了半天，我能不能离开，是你说了算？楚风问道。不是我说了算，这是虚空神术对你的考验，也是对我的考验。我选择相信你，你才有机会进入此处。如今你我是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你也活不了；我要是能活下来，你也就可以离开。所以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否则我这活了100多年的性命可就要葬送于此了。小女孩一脸凝重地看着楚风，那个模样可不像是开玩笑。小孩，你也把心放在肚子里，看到这个没？楚风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把血色长剑，此剑名为邪神剑。这剑可是有些厉害，若是这些阵法都挡不住那些所谓的妖物，我会凭借这把剑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楚风很是显摆的对小女孩摆弄着手中的邪神剑，就凭你这把破剑，你是不知道那些妖物的厉害。倘若这些阵法都挡不住他们，那我们就真的死定了。小女孩说道。有我在，定可保你安宁。楚风一脸自信，他之所以如此自信，乃是因为他知道那些阵法的厉害，毕竟这可是楚风花了1年时间的心血，而且还是运用神术的力量。那我可就靠你哥。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楚风来这里1年了，这小女孩虽然很善谈，但楚风却很少看见她笑，可能正因为她很少笑吧。当楚风看到她这抹笑容的时候，楚风竟坚定了。
要守护着小女孩的决心。因为楚风在小女孩的笑容中看到了信任。忽然，大地开始剧烈的颤动，连虚空都是有了反应。那颤动越来越强，声音也是越来越响，鸟群冲天而起，猛兽哀嚎阵阵，这方天地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紧接着，阵阵恐怖的嘶吼声也是不断自远处炸响，那声音竟比雷鸣还要刺耳。是你说的那些妖物吗？楚风问道。除了那些家伙，还能有什么可以在这个世界掀起如此大的阵势？小女孩说道。用了足足1年的时间才布置出这样的阵法，我倒是想要看看这些妖物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面对未知的妖物，楚风说不慌是假的，但同时他却也有些期待。他很想看一看这些妖物到底有着怎样的能耐，是否能破得了。他耗费1年时间所布下的大阵，嘶吼声越来越近，楚风可以从那远处的夜空中看到大片的萤火虫正自四面八方向楚风的方向飞掠而来，但那根本就不是萤火虫，那是一双双巨大的眼眸，只因距离太远才似是荧光。根据那巨大的眼眸，楚风便足以推断这些妖物怕是十分巨大，恐怕最矮的都不会低于1万米。眼见妖物来袭，楚风便以天眼观察，而天眼之下，那些妖物也是完整的显现而出。这是一群人形的妖物，样貌几乎一样，个个高大万米，可是他们没有头发，没有鼻子，没有耳朵，除了那散发阴森目光的巨大眼睛外，便是一张大嘴。但这怪物除了眼眸为白色外，浑身都是漆黑，就连口腔和獠牙也都是漆黑，所以哪怕张开嘴巴发出怒吼，若不仔细观察，却也根本不会发现他张开了嘴巴，唯有一双眼眸散发着幽幽白光，引人瞩目。而如这样的怪物却是数不胜数，如浪潮一般自四面八方向楚风所在的方位汇集而来。他们的动作虽然看似缓慢，可实则速度极快。不过片刻的功夫，那浩浩荡荡的妖物大军距离楚风已是不足10万米，而10万米正是那阵法所攻击的范围。好戏开始了！楚风话音刚落，那最外层的大阵便格外的明亮，大阵开始释放出白色气焰，气焰在半空凝聚为剑，如雨一般向外面齐射而去。那剑势威力极强，它长达10米，宽大半尺。可是当它洞穿了妖物之后，却可以在妖物的身体上留下直径达几10米的巨大伤口。而如这样的剑势如雨一般飞射而去，那些妖物根本就是避无可避。不过眨眼之间，最先靠近的妖物便被打得粉碎。这妖物不过如此啊，楚风说道。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妖物，他们是一个整体，承受的力量越强，越会激发他们的力量。然而相比于楚风，那小女孩却是一脸的凝重，不敢掉以轻心。这让楚风意识到这些妖物的手段绝对不止如此，但对于小女孩的话却是不太理解。直到下一幕的发生，楚风才恍然大悟。前方的妖物惨叫连连，不断的死去，可远处妖物的怒吼声却是越来越刺耳。他们开始张开大嘴，若非亲眼可见，楚风都不敢相信那怪物的嘴会张得如此之大，大到可以一口将身旁那与其身体相同的妖物给吞下。没错，那些妖物正在吞噬自己的伙伴。有些妖物吞噬会失败，不仅会爆体而亡，更会将身旁的妖物也一同摧毁。而吞噬成功的妖物，原本黑色的口腔则是变成了血红之色，黑色的獠牙也变成了红色，就连眼眸也是变成了红色，那个模样更加的凶悍。并且这样的妖物不仅速度明显提升，最主要的是他们竟然变得皮糙肉厚。面对这样的妖物，那剑矢对他们的伤害竟然开始大大减小。剑矢虽然仍能洞穿他们的身体，却也只是洞穿身体，不会再留下巨大的伤口。最可怕的是，那些得到进化的妖物竟然还在互相吞噬，他们的身体再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漆黑的身体开始有了红色的鳞片，尖锐的指甲也是变成了血色的刀刃。这种情况下，那剑矢竟无法洞穿妖物的鳞片。只见妖物大臂一挥，血红色的光刃便横扫而去。不仅那些阵法，最外层的山峰都被直接轰成了粉碎。尽管那些妖物距离楚风等人还有多重阵法，并且那些阵法一道比一道强横，可却也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拥有灭杀妖物的能力。在妖物不断进化之下，很快那些阵法便会形同虚设，被妖物所破坏。不过片刻的功夫，那些妖物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妖物身上的鳞片已经化作了红色铠甲，甚至妖物的身体也是从1万米之高变成了几万米。眼见着妖物越来越强，自己布置的阵法一众接着一众的被摧毁。楚风也是意识到，随着阵法的力量对妖物造成伤害，后面的妖物便拥有了进化的特性。虽然妖物有着大批的妖物在不断死去，可这妖物却似是无穷无尽一般，并且后面的妖物仍在不断进化。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会越来越强，而楚风布置的这些阵法却是数量有限，这样下去，就算阵法再强，也终究挡不住不断进化的妖物。原来楚风花费1年时间所布置的阵法根本就挡不住这些妖物，还真是形同虚设呀！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就不浪费时间布置这些阵法，而应该好好的修炼1年。楚风的声音之中充满了无奈，而小女孩那稚嫩的小脸之上也是布满了凝重之色。真是想不到，他们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看来这一次他们已是能够进化成完全体，我是死定了。小女孩说道。这么说来，以往的他们不会进化到这种地步？楚风问道。小女孩点了点头。那当他们进化成完全体后，我这最后一层阵法挡得住他们吗？楚风问道。小女孩没有说话，但却摇了摇头。那我真是有够倒霉的。楚风一脸苦笑。我与这些妖物无法离开此处，但你却可以。小女孩说话间，自其额头之上的符号中便有一道光柱射向天际，那光柱映射于半空之上，竟然化作了一道结界门。小孩，你这是什么意思？楚风问道。这1年来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知道你尽力了，你走吧。小女孩说道。这样不对吧？
你先前还说我能不能离开这里，你说的不算，现在这不就暴露了？楚风问道。这是对你的考验，你已经经受了考验，走吧。小女孩说道。我走了，他们还会继续进攻吗？楚风问道。当然会，虽然叫你布置阵法是对你的考验，可他们会来抓我，却也是事实。小女孩说道。原来是这样。对了，小孩，一直忘了问你，这些家伙这么拼命的想进来，为的就是抓你，可他们为何非要抓你？楚风问道。因为我好吃啊，他们若是能够吃到我这么鲜美的肉，他们的力量也会大增，所以他们才会不惜代价的想要靠近我。小女孩说道。这样啊，那我懂了。楚风笑了笑，随后身形一纵，便拔空而起。只是见到这一幕后，那小女孩却是目光大变，她发现楚风没有掠向那半空之上的结界门，反而手握着那血红色的长剑，是向妖物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快回来，你疯了吗？小女孩猜到了楚风要做什么，于是开始大声的呼唤。这阵法与这妖物有相辅相成的作用，这阵法的力量只对妖物造成杀伤，而我若没有猜错，也只有这阵法的力量才能让他们再度进化。若想阻止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让他们再靠近这阵法。这么多年了，因为怕死都没有用过这把剑，今日怕是不用也不行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楚风说话间，不仅握紧了手中的邪神剑，更是将自己的气息融入那邪神剑之中。说实话，在这一刻，楚风的心中也是充满了不安。首先，楚风上一次使用这邪神剑大发神威，还是在百炼凡界的时候，那时楚风所面对的对手，莫说邪神剑，楚风现在凭借自己的力量都可以轻易抹杀，可今非昔比。现在楚风面对的那些妖物，虽然楚风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何境界，但楚风猜测至少都是至尊境。面对至尊境的存在，楚风也不知道邪神剑到底还能否抗衡。不过话说回来，倘若邪神剑真的连至尊境的存在都能抹杀的话，那楚风催动这些神剑便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楚风的肉身很可能会再次被那邪神剑所吞噬。无论是哪种情况，楚风所面临的都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但就眼下来说，楚风更希望邪神剑依旧能大显神威，哪怕自己冒着被邪神剑吞噬的风险，也希望他能够凭借这把魔剑击退这些妖物，守护住那个小孩。你这臭小子，赶紧给我滚回去！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楚风身旁响起，是那小女孩。此刻，小女孩来到了楚风身旁，并且用那柔软的小手紧紧地抓住了楚风的衣角，在努力地将楚风向回拉。只是奈何，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却也根本无法撼动楚风。小女孩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如何布置阵法都是小女孩告诉楚风的，可她的力量却并不强。楚风可能无法杀死她，可她却也打不过楚风，这样的她自然无法撼动楚风。所以小女孩很着急，她害怕楚风真的去送死这气息。可是忽然，小女孩的目光有了极大变化，她惊愕地发现楚风的身上竟然涌现出了血红色的气焰，不仅仅是楚风，就连虚空都发生了变化。在这方世界的虚空之上，出现了大片的血云，血云滚滚翻腾，很快便遮蔽了虚空。与此同时，一股恐怖的气息也是席卷开来，那气息之强，丝毫不弱于那自四面八方而来的妖物。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楚风手中的那把血红色的长剑。这把剑，小女孩目光惊愕，她直到此时才意识到，楚风说的那句话不是玩笑。楚风的这把剑的确很是利奥的，这感觉还是如此的熟悉。看来你这魔物没有让我失望。而此时，那自邪神剑所散发来的气焰已是遍布楚风全身，没有人比楚风更能感受到这把邪神剑此时的力量。老实说，这把邪神剑到底具有怎样的威力，楚风并不清楚，但楚风却知道，这把邪神剑在手，眼前的那些妖物根本不足为惧。此一时，这方天地之中，怕是没有人能够是他的对手。小孩，退后！楚风对小女孩说道。而此时的小女孩也是赶忙放开了手，她已经明白楚风不是逞强，他似乎真的有能力对抗那些妖物。猛然间，一道血红色的气焰半空而起，直奔那妖物飞掠而去。是楚风！楚风手持邪神剑，掠入那妖物群众，就似是一只蚂蚁掠入了象群。可楚风脸上没有丝毫忌惮，反而是自信满满，尤其是嘴角那抹邪魅的弧度，预示着楚风准备大开杀戒的决心。血云翻腾，覆盖虚空，遮天数万里，无边无际。此等景象，宛如末日降临，恶魔临世。这方世界的所有生灵都被吓得躲在暗处，瑟瑟发抖。他们的反应简直比那些妖物出现的时候还要恐惧。事实上，不只是这方世界的生灵因血云的出现而有所变化，就连那些身披铠甲，个个强如至尊，且数量更是如浪潮一般的可怕妖物们，竟也是不由得停止了攻势，抬头望向虚空，被虚空上那诡异的血云所吸引。就在此时，一道血红色的光影自阵法之中飞掠而来，来到众妖物的头顶之上，立于虚空之中。这立刻吸引了许多妖物的注意，因为那位立于虚空的存在，那是一个人，渺小的人类，渺小，当真是极其渺小。尤其是在那无数只巨大的妖物面前，这身影简直渺小的如尘埃一般。可是那渺小的身影却散发着血红色的气焰，那血红色的气焰与虚空上的血云不仅相像，且气焰更浓。再敢踏前一步，杀无赦！一道充满威胁的声音自楚风的口中传出。当楚风这个声音响起之后，那些妖物可怕的眼眸都是不由得产生了变化，似是因楚风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吃惊。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妖物似乎并不只是无脑发动攻势的家伙，他们似乎也是有着一定智慧的。猛然间，刺耳的咆哮震耳欲聋，炸天响，足足数只妖物同时张开那血盆大口，如镰刀一般的飓风自他们的口中掠出，向楚风横扫而去。那等攻势就如数道飓风自四面八方袭来，
只为围剿一只蚂蚁，只为将其撕成粉碎。从肉眼来看，这绝对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虐杀。可面对如此攻势，楚风却是不慌不忙。只见其手腕一转，那手中的邪神剑便在半空画出了一道月牙般的血红色弧度，紧接着血红色的光刃便自剑体之内溢出，扩大，向周围横扫而去。这一剑不仅将那自四面八方袭来的飓风斩散，更是将下方的妖物斩得铠甲破碎，肉身分离。只是这一剑，便有数十只顶天立地的妖物丧命其中。然而也正是这一剑之后，那些妖物却似是被彻底激怒了一般，那些妖物竟然不再向阵法发动攻势，反而纷纷向楚风扑杀而来。可是楚风怎会惧怕？剑光如风，掠向四面八方。只不过这是血红色的风，如刃一般的风，锋刃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而那些妖物便如草一般，只会被锋刃所收割。妖物越来越怒，攻势越来越疯狂，而楚风则是越战越勇，越来越凶。他的第一剑斩杀几十只妖物已是非常恐怖，毕竟那可都是高达几万米的庞然大物。然而此时楚风的一剑已是纵横数万米，每一剑斩出，至少数千只妖物丧命于其中。更何况楚风此时的剑如雨一般，此等攻势丝毫不亚于那大阵对妖物造成的杀伤。但大阵的攻势会让妖物越来越强，可楚风却不会，反而随着楚风越来越强，那些妖物倒是被衬托得弱小不堪。哪怕他们的数量似是无边无际，可却也没有一只妖物能够真的靠近楚风。这简直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这种情况下，那些妖物竟然开始停止攻势，不只是停止攻势，反而开始退缩，就像是惧怕了一般。那不惧死亡的参药妖物竟然怕了楚风，这一幕就连小女孩也是倍感意外。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小女孩望着那越战越勇的楚风，纯真的目光开始变得深邃。她发现楚风身上的血红色气焰越来越浓的同时，不仅是战力在不断增强，就连楚风的嘴脸和杀意也在不断增强。此时的楚风虽然在笑，但他笑的却是极为疯狂，甚至有些狰狞，一眼望去很是骇人。此等面容的楚风，再加上此时他那斩妖如麻的手段，看上去简直比妖物还更像妖物，比魔头还更像魔头。都是那把剑，那剑内应该有着一只真正的魔物。最终小女孩还是将目光锁定在了邪神剑之上，她已经确定楚风会变成这个样子，全都是拜那把剑所赐。那把剑不仅给予了楚风可怕的力量，更是在影响着楚风，让楚风变得残暴凶狠，戾气十足。可是当看破一切之后，小女孩的嘴角竟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有点意思。小女孩不管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可一直以来都是纯真的模样，看上去是那样的可爱，就像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孩子。但此时的她尽管看上去还是一个孩子，外表没有一丝改变，但是她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她给人的感觉却与孩子这个词汇没有半点关系。那是看透一切的目光，运筹帷幄的老辣，以及深不可测的能力。一声怒吼自远处传来，这声怒吼不同于其他妖物的咆哮，它格外的刺耳，且威慑力十足。当那声怒吼响起之后，竟在天地间都掀起了一阵飓风。可哪怕是楚风，却也无法锁定到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就似乎那声音是自天地传来的一般。然而最可怕的不是这声怒吼的威力，而是这声怒吼所造成的影响。当这声怒吼响起之后，那些妖物竟然不再理会楚风，开始再度疯狂的向小女孩所在的方向发动了攻势。糟糕！见此一幕，楚风暗叫不好，赶忙挥动手中的邪神剑，疯狂的屠杀近前的妖物。楚风这一次的攻势格外的狠辣，比先前还要凶残几分。可奈何妖物实在太多，简直是无边无际，更何况妖物自四面八方同时对阵法发动进攻，楚风根本就无法阻挡。并且这一刻，楚风无论如何辱骂或挑衅都是无用，这些妖物就好像失去了智慧，只会无脑的进攻，甚至无视除了阵法外的一切。可在楚风看来，这些怪物更像是收到了命令，先前那声刺耳的怒吼便是命令。可哪怕有了猜测，楚风却无能为力，他连那声怒吼从何处传来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找到那声怒吼的主人。眼下的他除了拼命的屠杀这些妖物，便别无他法。但可怕的是，随着这些妖物不断的攻击阵法，他们也不断的阵法所抹杀，但同时他们也再度开始进化。如果说最初的怪物只是一道看似诡异的黑影，那么此时的怪物则更像是强壮高大且身披铠甲的战士。只不过这却是一群非常邪恶的战士，他们越是强大，越是让人恐惧和不安。尤其是眼下那楚风耗费1年时间所布置的重大阵已被妖物摧毁大半，此时只剩下最后一重阵法，仍闪烁着那至高无上的光芒，在守护着阵内的小女孩。可这已是最后的屏障，若是这重阵法也是被破，那么小女孩将暴露在那些妖物的面前。此时楚风也是不再盲目的发动攻势，而是身形一纵，来到了阵法的上端。因为最后一重阵法面积太小，所以楚风已是无需在阵法外与妖物抗衡。楚风站在阵法之上，刚好是他的攻击范围，所以楚风要在那些妖物靠近阵法前，便将那些妖物铲除。结。然而看到楚风做出如此举动后，原本只会嘶吼咆哮的妖物们竟然同时发出了诡异的笑声，他们好像是在嘲笑楚风，是嘲笑，的确是嘲笑，他们竟然真的嘲笑楚风。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倒也不废话，手中的邪神剑挥动开来，血色的锋刃便不断飞掠而出，向妖物斩杀而去。只是在楚风最开始使用邪神剑的时候，那血红色的锋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那妖物分割开来，一剑斩下去，剑气纵横，如锋刃一般的剑气可抹杀数千妖物。可现在已是今非昔比，随着妖物不断的进化，
那如锋刃一般的剑气，在一只妖物身上留下到伤口后便会消散。莫说杀伤大片妖物，连一只妖物都无法直接抹杀。而最重要的是，邪神剑的威力并没有减弱，由此可以看出妖物的力量究竟增强了多少。这也就难怪妖物为何会嘲笑楚风，他们很清楚，现在的楚风已是无法阻止他们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的楚风根本无法阻止妖物靠近阵法，妖物不断突破楚风的防线，靠近那最后一重阵法，甚至凭借那强大的数量优势，他们可以挡住最后一重阵法的攻势，发动破坏。不过片刻的功夫，已是将最后一重阵法的一部分摧毁。眼看着这守护阵法将被彻底摧毁，楚风无奈至极。可楚风并没有放弃，他咬紧牙关，目光如炬，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邪神剑，释放出血色的剑气，斩向那四面八方而来的妖物，再进行最后的抗争。楚风，你挡不住他们的，现在的他们已是完全踢，趁着现在，你快走吧。小女孩劝道，已是完全踢。然而听得此话后，楚风却是神色一动，紧接着楚风身形一转，竟然掠向小女孩，一把将小女孩抱在怀中，随后跃向了虚空，快速地向远处飞掠而去。你在干嘛？小女孩一脸错愕，既然他们已经进化到了完全体，便不用守护那座阵法，反正他们的目标是你，我只要守护住你便可以了。楚风说道，你傻了吗？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快赶紧离开这里吧，这样继续下去你会死的。小女孩说道，我说了会保护你，就一定会保护你，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一定不会让这些妖物伤害到你。楚风这句话是笑着说的，尽管此刻楚风因邪神剑的影响，他的双眼血红，面目也是狰狞，看上去如魔物一般，但他的这抹笑容却仍然是非常的温暖。看着这样的楚风，不知是错愕还是为何，一时间竟愣在了那里。而此时那些妖物在彻底毁坏了阵法之后，则是开始纷纷攻向楚风，妖物一跃而起，成片的围攻而来，楚风根本无法阻挡，很快便被靠近的妖物击中，被重重的击落在了地上。紧接着妖物那巨大的拳头便不断砸在楚风的身上，有邪神剑气焰的保护，楚风虽然不至于死，可他却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楚风已经无法动弹了，更是无法还击，他只得趴在地上，一边握紧邪神剑，一边紧紧地抱住小女孩。从那坚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楚风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他的选择是用性命承受这一切，用性命来守护小女孩。至于小女孩，她被楚风护在怀中，除了地上的土壤，她什么都看不到，但却能够听到那妖物的巨大的拳头砸在楚风身上，轰轰作响。她也能够听到皮开肉绽的声音，能够听到鲜血四溢的声音，甚至骨骼碎裂的声音。而这一切都是来自楚风。一群恶心的畜生们，有本事杀了我呀！尽管已被近乎逼到了绝地，但楚风不仅不慌，反而放声大笑，而他这笑声又是如此的讽刺，这简直是不要命了。这明明就是在故意挑衅那些妖物。怒吼连连，轰鸣阵阵，那如小山一般的巨大拳头如流星雨一般不断捶打在楚风的身上。被激怒的妖物开始疯狂地捶打楚风，就像是一群巨象在疯狂地踩踏一只蚂蚁。而这样近乎惨无人道的攻击竟然持续了许久，因不断轰击而掀起烟尘弥漫虚空。但好在那近乎丧心病狂的攻势也总算停止，当妖物退后，便可发现楚风先前所在的地方已是化作了一个深达数万米的巨型深坑。深坑之中，楚风和小女孩躺在其中，但二人皆已是面目全非，且没有了生命气息。此时原本嘈杂的天地竟然变得格外安静，所有妖物整齐地守在深坑之外，似是在等待着什么。忽然一片巨大的阴影自远方出现，快速地飞掠而来，最终来到了那巨大的深坑上空。这是一只妖物，这只妖物不仅穿着血红色的铠甲，铠甲之上更是披着血红色的斗篷，就连体型也比其他妖物要巨大不少，身高竟有10余万米。当它出现之后，覆盖大地的妖物竟然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这是在对这只妖物进行参拜。毋庸置疑，此时出现的这只妖物乃是妖王。妖王出现后，先是观察深坑内的楚风残骸，随后又抬头看了眼虚空上那仍在翻腾的血云，在他那巨大的嘴角上竟然掀起了一抹冷笑。与本王玩这种花样，真是不知死活，比雷鸣还要震耳欲聋的声音自他的口中传出。这妖王竟然可以开口说话，且当他话音落下之后，那巨大的瞳孔竟然散发出诡异的黑色光芒，光芒扫视之后，最终在远方停下。给本王滚出来！那妖王探手一抓，远处的大地便如超巨型火山一般开始喷发，只不过喷发而出的不是岩浆，而是大片的土壤和漫天的灰尘。土壤之中还有着一道血红色的光影，那是楚风以及楚风怀中的小女孩。原来此时地上的残骸不过是楚风运用结界之术所伪造的罢了，只不过可惜这虽然瞒过了那些妖物，却未能瞒过这位妖王，你最终还是出现了。然而暴露的楚风不仅没有紧张，反而在其眼中涌现出一抹决意。猛然间，道道雷声自虚空传来，震耳欲聋，竟是血红色的雷霆。那雷霆的颜色比血云要深上不少，如雷龙一般在血云之中翻腾。当那雷霆出现之后，楚风的眼中甚至他的身上都是出现了血色的雷霆，而邪神剑的上面所缠绕的雷霆更是异常的强横。原来这一切依旧是邪神剑所造。忽然楚风大喝一声，紧接着楚风手中的邪神剑也是划破长空，蕴藏着雷霆的剑气横扫而出，直奔那妖王而去。妖物纷纷跃到半空，以他们的肉身来为妖王抵挡。可是凡是触碰这抹剑气的妖物都会瞬间被蒸发开来，那不是简单的被斩断肉身，而是整个肉身都被蒸发。可想而知这道剑气的威力是何等凶猛。雷霆翻腾，血光遮天，
眨眼的功夫，那剑气已是来到妖王身前，并且剑气的威力竟然丝毫未减。只不过面对迎面来的剑气，那妖王竟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任由剑气落在自己的身上。剑气与其身体碰撞的一刹那，万雷奔腾，血雷下入地底，上穿云端，四散的雷霆余波便将妖王方圆千万米的妖物全部抹杀。只是当雷霆散去的一刹那，楚风却是愣在了那里。血雷余波可抹杀数只妖物，可被血雷正面击中的妖王竟是毫发无损。这家伙，此一时，楚风整个人都瘫软了下来，眼中更是充满了绝望。楚风其实早就猜测到，这群妖物的背后有着一个妖王般的存在，楚风就是打算等着妖王出现之后，对其发出这致命一击，来结束一切的。可不曾想，这妖王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连携神剑也是无可奈何。忽然，楚风大嘴一张，大片的血液如注一般自楚风口中喷洒而出，这口血竟是黑色。这血液突出之后，楚风在这一瞬间竟变成了一个极为消瘦的人，他骨瘦如柴，就宛如血肉都被吸干了，就连浑身上下的血管都凸显了出来，整个人虚弱的就跟快要死了一样。很快，他便自虚空跌落而下，狠狠地摔落在了地上。楚风此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仍然紧紧地握着邪神剑，而另一只手则是紧紧地抱着小女孩。为什么要为了我？听到这种地步，明明只认识了1年，看着楚风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却仍紧紧地护着自己。小女孩的目光闪烁不定，而对于这个问题，楚风则是淡淡地笑了。难道说友情这个东西是按照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可是我明明只是利用你，你应该看得出来。小女孩说道。是吗？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是我自愿的。楚风说道。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做。小女孩说道。小孩值不值得这种事，不是你说的算的，而是我说的算。那些废话就不要说了吧，反正无论你怎么说，我都觉得你值得。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轻轻地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就连看向小女孩的目光也是充满宠溺，而小女孩则是低头不语。看来你已经承受不住这把剑的反噬了。那连天地都为之颤抖的声音再度响起。妖王一脸戏谑地看着楚风，剑是好剑，奈何你配不上他，如此魔剑应当由本王来使用。妖王再向楚风走来，没踏出一步，大地都为之剧烈震颤。而短短几步之后，他便已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想要我的剑？好啊，那就先过我这一关。猛然间，血云之中，楚风身上再度雷霆涌动，原本已经无力站起的楚风再度站起身来，并且此时的楚风身上再度散发出了强大的气息。只不过伴随着这气息而来的同时，楚风的嘴巴、鼻子、耳朵、眼睛都开始流出黑色的血液。最可怕的是，楚风的肉身竟然开始裂开，而自那肉身的裂缝中，更是成片的血液自体内溢出，就宛如楚风的肉身都要碎裂一般。小鬼，你这一剑还未斩出，怕是自己已亡。妖王已经看出楚风支撑不下去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阻止楚风，反而看戏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是吗？那便是是。然而楚风却是根本不肯服输，而是咬紧牙关，便准备挥动手中的邪神剑。楚风，够了！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小女孩。当小女孩此话说出的同时，她的手也是搭在了邪神剑之上。随后，她竟然用她的手抓住了邪神剑的剑刃。之前连楚风都无法拦住的她，此刻竟硬生生将邪神剑从楚风的手中给抢了下来，并且他的手竟是毫发无损。见此一幕，楚风神色一滞，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而不仅是楚风，就连巨大到顶天立地的妖王也是愣了一下。可短暂的愣神之后，那妖王反而变得格外兴奋，甚至还激动地伸出了恶心的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有点意思。不愧是本王费尽心思也想吃掉的丫头。退下。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面对妖王，小女孩却忽然说出了这样2个字。什么？妖王的脸色充满茫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叫你滚！小女孩说道。放肆！你以为你是谁，竟敢与本王这般讲话？本王如今已是完全体，是这方天地的主宰，而你也将成为本王的盘中餐，腹中肉。妖王暴怒，大嘴张开，獠牙外露，而最可怕的是磅礴的吸力竟自其口中掠出，吸力肉眼可见，如巨型漩涡，漩涡笼罩之处，万物皆是被其抓射而去，落入其口中。因吸力太强，就连周围的妖物都会立刻粉身碎骨，落入那妖王的口中。可是就是如此吸力，在笼罩了楚风和小女孩之后，竟然毫无作用。莫说被那吸力所吸入腹中，强大的风力在周围流转，可小女孩和楚风的一根发丝都没有飘起来，那吸力和飓风就宛如不存在一般。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小女孩说话间缓缓抬手，随后手臂猛然一挥，这一挥看似随意，可实际上却是毁天灭的。毁的不是花草树木，毁的不是江河湖泊，毁的也不是连绵山脉，毁的也不是汪洋大海，而是那无边无际的亿万妖物，40浪潮一般的妖物，在这一瞬间便飞灰烟灭。漫天的尘埃由黑色与红色交织而成，看上去不只是诡异，甚至还有些凄美。可这却是那些妖物所化。而最神奇的是，原本被妖物踩踏摧毁的一切，都在这一刻重生。被踏平的山脉从地底升起，被摧残的大地再度绿意盎然。这原本堕入地狱的天地，再度恢复成了往日的仙境。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不可能！本王已是进化成了完全体，怎么会这样？眼下唯一还存活的，便是那只妖王。可哪怕如他那样巨大的身躯，此刻竟也在被不断碎裂，并且已有近半的肉身化为了灰飞，飘散在半空之中。而那妖王的脸上更是布满了错愕与惊恐。这个世界的主宰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小女孩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妖王再度看向小女孩，眼中充满恐惧。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个小女孩根本就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连你都是我创造的，你说我是什么？小女孩说道。什么？你说什么？而妖王则是怒目瞪眼，在那巨大的眼眸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小女孩没有再说话，而是手臂又轻轻的一挥，猛然间，刺耳的惨叫自那妖王的口中传来。那妖王肉身正在快速的碎裂，很快便彻底粉碎，化作飞灰，飘散于空中。唯有他的惨叫声还在半空中回荡。小孩，你……此时的楚风也正用那充满错愕以及震惊的复杂目光看着小女孩。当亲眼见到那强大到难以估量的妖王竟在小女孩挥手间便飞灰烟灭后，楚风实在是做不到不惊叹。而看着那满面震惊的楚风，小女孩则是甜甜一笑，随后手指按向楚风的额头。当其手指接触到楚风的一瞬间，楚风便感觉一股暖流自额头涌入全身。楚风原本干瘪的身体竟然立刻恢复原状，不仅刺痛感随之消除，楚风更是感觉整个人都是精神十足。楚风再度感受到了这小女孩主宰级别的力量，厉害了小孩，所以这也是考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楚风也已是猜到真相，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考验，包括那些妖物都是这小女孩为了考验楚风而创造出来的。怎么样，这个考验刺激吗？小女孩问道。刺激？太刺激了。楚风笑得很是无奈，因为他是真的被小女孩给骗了。可忽然楚风想到了一个可能，于是看向小女孩问道：小孩，如果之前我真的不管你，而是进入那结界门，选择离开这里的话，那我会是什么后果？考验失败当然是死了。小女孩很是随意的说道。可是这句话却听得楚风一阵后怕，自己似乎差一点就死了。